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是那些梦想年薪100万的年轻人。我们这个主题想讲一讲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当然不是全方位，抱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能够掌握的一些侧面去观察现在当代中国年轻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抱歉。第二个呢是东芝、三星把他们的产业链撤离中国啊。我先把后面的新闻讲完。为什么要讲后面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像韩国、像日本，包括台湾，这样的企业，他们开始把他们的产业链撤离中国啊。那么，而且这些撤离中国的这些企业，都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些跨国企业啊，所以我们比较关注啊。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后面这个主题。那么外商把这个产业链撤出中国，陆陆续续都耳有所闻啊。那么这2次呢是2个比较大的，一个是东芝，一个是三星啊。东芝大家知道是日本电器的巨头，他们宣布在9月30号关闭大连的工厂啊，8月31号这个召开1000人的大会啊，宣布这个遣散方案。东芝大连厂是1991年9月成立啊，本来到今年9月呢是成立30周年，这个工厂有700人，那么他们这些工人大概1个月是3000块钱左右啊。资方说是因为经济效益欠佳，所以决定关闭啊。那现在遣散方案还在制定当中。他们的员工很感慨，没想到这个30周年迎来了这个解散。那有些员工说他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生孩子，都在这里，这是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最重要的这个工作阶段都在东芝厂。那么当然，东芝不仅仅是关闭这一家大连厂啊，东芝会在今年12月底之前关闭在中国24个城市33家工厂和这个研发机关。那么关闭之后呢，研发机构和精密部件的生产线回日本，那么电器业务全部转到越南。你看得很清楚，他把高端的产业链转回日本，然后把低端一点的就搬到越南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三星厂，三星集团关闭的是三星的这个三星重工啊。三星重工在宁波，宁波它有个造船厂。三星重工呢是在1995年和2006年，95年是在宁波啊设立一个造船厂，然后在2006年也在山东荣成啊设立一个这个造船厂。那么到去年年底，这2家厂分别的产量是一个是15万吨，一个是20万吨啊。不过呢，宁波厂呢设备老旧，因为它比较早啊，很早就95年就开的厂，设备老旧啊，那么效率低下，所以三星集团准备改善它海外工厂的营运策略啊，就决定把这宁波厂撤掉啊。然后集中资源，重点把产业链放到山东荣成。那么山东有很多的韩国企业，那么把它的重心转到山东，合理啊，基本上是一个合理的情况啊。那么网上有些流传说，宁波厂的管理层已经向这个员工解释，那么因为疫情订单减少啊，没办法，只能够撤啊。那么宁波厂呢，现在是4500人啊，人挺多的。那基本上是 N+1啊，赔偿方案是 N+1，员工希望是3N 啊，就是3N 就是年限啊，N+1就是服务年限
多加一个月啊，这基本上符合劳工法的规定。那么员工希望是3N，就是每一年有3倍的3个月的工资，大概是这样。双方有一些差距。韩国企业在2016年，2016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这个萨德防空系统啊。那么中国不同意啊，中国就做韩国的工作。韩国跟中国说，我没办法，我只能同意，因为我的安全掌握在美军手里。所以最后没有办法，韩国就同意了，同意了，中国就制裁韩资企业。那个时候就有很多韩资企业撤离中国。那么主要撤离的最多的是两个主要的产业，第一个就是电子产业，电子产业撤离中国，另外一个就是娱乐产业啊，娱乐产业撤离中国。那么三星就一直陆陆续续在关闭在中国的工厂。19年是关闭惠州厂，惠州厂是生产手机的。2020年的8月是关闭三星的苏州厂，苏州厂是生产个人电脑。去年的11月是关闭天津厂，天津厂是生产电视机。那么中美贸易大战爆发之后，陆陆续续的外资企业也在撤离啊，尤其是其实撤离的最高峰的是武汉肺炎，武汉肺炎之后撤离的步伐加快。那么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这个情况呢，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啊。当然中国会有，中国政府有，但是它不公布啊，所以我们都是一些相对零散的数据。亚洲时报报道，2020年有1700多家日资企业撤离中国啊。那么中国的另外呢，就是企业资料的网站叫企信宝统计啊，说外资企业在深圳，举深圳例子啊，从2015年开始，深圳制造业年度注册企业逐年下降。那么2015年是34000家，到了2020年只剩下了16900家。那么也就是说，那个深圳目前的这个企业只有5年前的1/3啊。那么陆陆续续的报道的情况是，比如说今年1月，IBM 全面关闭在中国的研究院啊。那么今年1月，德国机电的巨头亨利电机撤离深圳，搬到印度。然后是松下关闭上海的这个电池厂。那么把投资集中在中南美洲和东南亚。那么2021年的4月日本的产经省拨22亿美元补贴日商把产业链撤出中国啊。当时的撤出中国的主要还是他讲的2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什么？一个方向就是其实是主要的这个和比如说医疗用品啊，比如口罩厂等等啊，这些有关。但是呢，还有一些是什么？还有一些是他们认为很关键的产业链啊。所以2020年的6月通过了第一批87家日资企业撤离中国啊，其中有31家把产业链转移到日本，57家转移到东南亚，57家是迁回日本。迁出企业很多，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是2084是光学啊，然后是欧姆龙是做这个血压计这些啊，三菱，然后是运动品牌雅瑟斯啊，夏普、尼康、索尼、任天堂都是大牌子啊。大概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产业链迁出中国，你不会看到一个一窝蜂的情况，但是把产业链放在中国是一个具有风险的一个决定，所以很多企业的做法就是它保留一部分在中国，但是也会把另外一部分迁离中国，放到东南亚去。它万一这边有风险，那边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会断掉。基本上
现在跨国企业是大部分的策略是这种策略，一般不会全撤，除非什么呢？除非他的产品在中国没有销售，那么大部分的企业是留一部分供应国内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去美国的、去欧洲的，把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主要是去越南啊，越南是比较多。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政治风险啊，地缘政治的政治风险，中美关系交恶，中美关系交恶是一个主要的大头啊。那么另外一头就是成本啊，中国的成本这2年上升的非常的快，土地成本、人工成本，还有就社会配套成本，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叫什么，这个社保费用非常高，越来越高啊，所以一个是成本上升，一个是风险上升，所以产业链它不一定全部走啊，它会留一部分啊，大体上是这样。那我们就先把这第一个主题讲完，我们留多一点时间讲我们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那些梦想年薪百万的年轻人啊，这个传言呢，最近说的很多，我们也讲了，我手上也有一些资料，所以我就留着，找个时间我们慢慢讲。那这2天讲房地产讲的大家有一点这个审美疲劳，我们今天讲讲其他的话题啊，就讲讲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前2天我在微博上看见一个帖子，啊，这个网友呢，大概30-40岁啊，那么他也是，处于一个意见领袖吧，我们可以说啊，他的帖子这么说，他说，经济的萧条慢慢的显现啊，那么身边开始有做生意的朋友，生意做不下去要转型啊，也有曾经国企员工风光一时，现在悄悄的晚上出去开滴滴，那么伸手过来借钱的亲朋好友越来越多，难以想象啊，教培这一波，外企迁移再一波，房地产企业再来第3波，再下一年会不会横尸遍野，人吃人呢？不敢想象，这是他都说的。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新的词叫新穷人啊，新穷人，大多这大家可以网上去搜一下，叫新穷人。什么叫新穷人呢？他的定义是这么说，他说大多生于1980年到1990年啊，那么外表光鲜亮丽，还拿着算不错的薪水，追逐中产的品味和生活方式。虽然已经工作好几年，但几乎没有好多年啊，但是几乎没有积蓄可言。这个月花着下个月的钱，说着下个月节衣缩食，结果下个月又忘了上个月，进入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你说他穷吧，还有班上；你说他富吧，兜里没钱，早出晚归就是发不了财。说这是扯淡的人生啊，说是新穷人。我觉得这更多的是自嘲了，就是说，有一些人在社会上出来有一段时间，连滚带爬，这么多年下来，好像兜里没什么钱，但是呢，又有一些想法，又有一些追求，但是就觉得总是觉得有一些后面可能还有戏，大概是这个心态。但是毫无疑问，生存空间在逐渐的缩小啊。我昨天看到的，东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9月13号发了一个通告，关于更新东莞市人才入户负面清单的公告。东莞入户，它还有一个负面清单啊，正面清单就是鼓励啊，你这些人到我这里来申请入户，鼓励。还有个负面清单，我没听说，第一次听说啊。它负面清单更新如下。第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协理初级啊；第二个是房地产经纪人中级啊。那么他就是公告说，自2021年9月14日起实施，有效期6个月啊。期间，受理部门不接受房地产中介作为职业资格
提出的人才入户申请啊，你看一下啊，房地产调控，房地产二手成交易暴跌，然后呢，中介公司在倒闭，然后中介们在面临失业啊，现在你看入户申请都不让啊，这就是中介行业。房地产中介其实是个蛮重要，在一个城市里面啊，有两个职业很重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房地产中介，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教培，这两个行业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两个行业是提供什么呢？提供一个相对不高的门槛啊，特别是中介，中介基本上没有学历要求，你只要谈吐清晰，然后跟人交往比较好，你就能去做这个行业。其实很多这些农村的年轻人有一些学历，但学历不高，比如说中专啊、职高啊，他出来以后，他想在城市里，但是他很多岗位他轮不到他，那怎么办？就去做中介，中介是有机会让他年薪100万的这个行业，所以中介吸纳了很多，至少给那些农村的孩子，学历不高的农村的孩子一个机会，让他在这城市里待着，在城市里生活。那你现在这个情况啊，现在这个房地产打压房地产，首先打压到的是谁？就是房地产中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教培，教培行业很重要，为什么？教培行业容纳了大量的应届毕业生，就是那些师范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你想一下，学校进不去的，学校哪那么容易进去啊？不大容易进去。现在学校的岗位不多的，一个是不多，第二个不容易进去，那怎么办？这些师范生从大学刚出来，你让他去哪里？教培，教培是个容纳应届毕业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蓄水池，而且他很快可以适应。教培又被团灭，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呢，现在的市场的情况正在粉碎这些年轻人的梦想啊。今年2021年，中国大学生的应届毕业生是909万啊，比去年增加了35万，去年是历史新高啊。那么今年就是另外一个新高，每年都在新高啊。为什么？因为中国把大学当做就业的蓄水池，今年经济形势不好，那就业岗位有问题，那怎么办？大学扩招，把大学扩招，特别是研究生扩招。大学你先不要去，就大学毕业你先不要去工作了，读研吧，考研吧，就变成一个这样的蓄水池。但是呢，今年的经济形势呢比去年还要差啊，找工作就更难。那今年6月份呢，这个《中国青年报》就做了一个调查，做了一个什么调查呢？就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调查。这个调查跟我后面讲的那个大家就说是年薪100万的调查是两个不同的调查。这个调查是6月4号做的调查。这个调查呢，它是面向这个全国高校、在校毕业高校正在找工作的高校毕业生。那么5762名这个收回的问卷，几个情况，我们可以看看现在大学毕业生在想什么。第一个，大学毕业生的选择，48.32%选择考研，现在大学生48.48%选择考研，33%就业，只有1/3的人就业。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12%的人在选择创业，3.8%的人考公务员。这就是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生的想法。只有3个人里面只有1个出来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找工作到底怎么样？76%的找工作的大学生说困难，非常难找。12%说正常，6%说不了解。为什么不了解？因为他的工作有人安排了啊。5%说好找啊，那么这可能是他比较优秀啊。那就业取向是什么？36%国有企业，25%党政机关事业单位，13%民营企业，24%其他。
现在年轻人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大学生的就业首选城市这个很重要啊。第一个是省会城市，已经不是去一线城市了。第一个首选是省会城市，44%省会城市，不去北上广，北上广只有22%啊。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北上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人口流入率会下降。当然，当然，这个北上广深总共才4个城市，省会城市那就很多了啊。相比而言，还是一线城市的人会更多。然后还就是15%是中小城市，13%是沿海发达城市，还有就是回乡，回乡是5%，4.8%4.6%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学生困扰他们的情况是什么？一个是缺乏工作经验第二个是专业不对口，第三个是缺乏社会关系这现在年轻人还是很懂很懂这个情况这个很对，其实很对。然后呢，他们对薪资的期望，这期望这个有点意思39%的人期望5000到8000。27.25%期望是8000到10000 18%是期望10000以上，这期望还是真高还是那么你可以看这个期望，你就知道他们还没去找工作，还没找到工作，他们才会有这样的期望这期望有点高天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柳峰林认为，大学生普遍感觉就业形势严峻，就业难，原因是2个。第一个，就业岗位减少今年的岗位比去年还少。去年是疫情，今年疫情结束了，今年的岗位比去年还少，但是求职的毕业生增加了35万所以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疫情过后，出现疫情之后，一些毕业生和一些毕业生的家长，他们的求职取向更保守，所以他们更想让孩子去哪？去体制内虽然体制内竞争激烈，但是他们还是想让他去体制内，觉得外头风吹浪打，这个风高浪急，还是到体制内安全。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高校毕业生就是有些孩子呢，就是无业可就另外一些孩子呢有业不就就是有些人高不成低不就，反正就大概是这是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状况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又比较灰暗，因为形势非常严峻然后呢，情况就到了9月那个调查前面的调查是6月份，现在这个调查就到了9月，9月就秋招秋招招来的是什么呢？就是00后了这一批就是00后了00后秋招00后第一批00后进入这个职业队伍然后呢，中国青年报还是中国青年报，还是中青校媒又开始做调查，做了一份调查，收回了2700份问卷。这份调查呢，就形势喜人就是这个00后的看法跟这个之前中间只差半年不到半年时间，但是情况就不一样。00后对这个薪资更乐观。我刚才说前面那个6月份的调查。这个我觉得他们有点过于乐观，但是00后更乐观，超过20%的人毕业生认为他月薪会过万比那个多那个只有18%，这有20%。然后呢，8.2%的男生和3.25%的女生预期他的月薪会过5万，这个非常乐观然后67.65%的大学生评估他自己10年之内年薪过100万，这就是我们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老刷屏的这个调查就讲的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就是
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薪资收入非常的乐观。另外呢，他们的取向是什么呢？64%互联网，有80%的工科生把自己的职业取向定位是互联网，然后42%是文体，40%是教育啊。那么就业地点啊，这个跟前面又不一样。这个就业地点43.89%，就将近44%吧。新一线城市啊，新一线城市讲的是哪里？讲的是成都啊、杭州啊，这都属于新一线城市。然后呢，32%就将近33%，就是二三四线城市，建设家乡，就是之前讲的省会城市，跟那也差不多，排第二。排第三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20%，比那前面还低，比前面是22%。那网友就留言啊，网友留言说没关系啊，这个被现实揍一顿就不会做这种梦了啊。还有说这60%大学生肯定没有被社会毒打过啊。那么还有人说那么普通，那么自信，这是大学毕业生的一个梦想啊，年薪100万的梦想。但现实怎么样啊？现实是什么？我们要让梦想照进现实，但是现实到底是怎样？我在看到一个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国家机关工作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了3年，他准备干什么？他准备跟他女朋友离开北京啊。他怎么说啊？他这么说，这个作者呢是一个高考的学校状元啊，像他们学校他是第一啊，文科状元，全省排700啊，也是个不错啊，很有自信的一个孩子啊。那现在是国家一个部委的公务员，他女朋友是他同一单位的啊，两个人认识，然后谈恋爱。这基本上是一个现在我为什么前面先讲大学毕业生的期望？这基本上是大学毕业生的神级就业啊，所以呢，但是这种神级就业工作了3年，他怎么说？他说最近和女朋友在认真考虑辞职，国家机关哦，辞职，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和做一番大事的梦想已经被现实碾得渣都不剩啊。他说先说学历，本硕211啊，可以吧？啊，然后女朋友本科211，硕士北大硕士，本科211，都很厉害啊。3年前考入某部委啊，在工作单位相识相恋，都是普通工薪家庭。最近在认真讨论规划未来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未来看不到希望，结不起婚，结不起，娃生不起，房买不起，生活质量差，只能离开最好的选择，只能离开是最好的选择。他说什么？他说一切压力来自2个，压力的来源有2个，第一个不匹配的工资水平和极高的房价啊。那么收入是什么呢？他的收入工资加所有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加公积金，一个月合计8400块啊，一年总收入10.08万，正负不超过1000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女朋友工资稍低啊，你想一下，女朋友学历比他好啊，北大硕士，但是还比他稍低，两个人加起来收入20万啊，20万。这是一个啊，他们的收入水平，2个在部委工作的这个公务员，一年的收入是20万，住房北京二手房，1平方65000，啊，公务员工资什么情况？这个已经讲过了啊。那么单位附近60平方的老破小，月租金是8000到1万，也就是他们2个任何一个人的工资都没办法都付不起60平方的一个老破小。那为了省钱，他们住到哪里？住到昌平。昌平我知道啊，昌平上班大概需要2个小时啊。然后他在38公里以外的昌平县一居室租金4000块，然后
来回上下班4个小时，然后房租占他们年收入的1/4。他的生活是什么？朝八晚五，原来是每天朝八晚五，因为上班你得4个小时，变成了早六晚八。他工作谈不上疲惫，但迫于经济压力无法成家，无法立足的困顿已经消灭了所有的工作热情。前景是什么？大25岁的正处级领导，他的领导是比他大25岁的正处级领导，月工资比我多3000块，干了25，比他大25岁啊。凭借我们的工资水平，在北京买房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就算实现了，也不可能负担得起养孩子的消费啊。那么单位分房，早5年进来到现在都没有动静，我已经不抱希望啊。付出最大的努力，3年没有过上想要的体面的生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那些大学毕业生梦想工作的岗位啊，这是一个啊。他其实有一段很突出的话，就是他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离开你来替上，你也配啊。他最后留了一段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案例，一个大学毕业生，学校里的状元啊，校状元，不是市状元，不是省状，校状元，全省排名700家啊，然后本硕211，然后考到了部委，很厉害。基本上是神级的就业岗位，工作了3年，准备辞职，这是一个啊，跟我说这很重要。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叫什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海归啊，叫双减政策出台，人生大翻船。电脑这个案例呢，就是电脑专业博士 PhD 啊，然后是2016年加入 Pinterest 就是一个电商网站啊。他从2016年毕业加入 Pinterest，然后就工作到2018年，工作到2018年，2017年年底，猎头在网上找他啊。当时呢，教育行业是朝阳行业，教培企业股价蒸蒸日上，担心错过机会，加上这个 offer 也很好，然后呢，给他的 offer 呢大概是 Pinterest 的3/4。那么当时2018年 Pinterest 还没上市，猎头公司还用爱国情怀来这个感召他，最后他接受了好未来的 offer，他去了好未来，然后这2个月双减政策出台，直接把整个行业毁掉。他说我2018年到现在股票直接变成了纸钱啊。他说我自己是北漂，北京没有房，回国唯一收获是结婚啊。那么 Pinterest 是2019年上市，估计到现在翻了不止1倍。那么还有好未来3年996工作的成本，掐指一算，如果他留在 Pinterest，他会多赚300万，多赚300万。不过他说事已至此，虽然心有不甘，只能当做交学费，但这学费真叉叉叉贵啊。那另外最心疼的就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团队3年写的代码，不会有人用到我的产品了啊。他说教培行业到底是动了谁的奶酪？放在民主国家，双减是违宪，几百万人一夜之间失业，没人甘愿，也没有人敢上街抗议，大家就默默地往前走啊。他说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尝过社会主义的铁拳，我已经铁了心要举家归海了，这个海归要归海了，要走了啊。这就是海归的情况啊，这是不是一般的海归，是这个高薪挖角的海归。
但是刚才我们讲00后他们的梦想是什么？80%的工科生是要去互联网。我们看看互联网是什么情况。互联网企业的工作是编程人员自嘲是编码农啊，收入不差啊。然后呢，这个如果有设计开发技巧的话，月薪15000啊起点啊。然后呢，时间长呢，慢慢的年资慢慢的上来，然后加上口碑升职加薪跳槽，甚至创业啊，成为码农主啊，都是可预期的出路啊。不过，互联网的行业这个特点是什么？996，9点钟上班，9点钟下班，星期六、星期天加班常态啊。还有潜规则是什么？潜规则就是你手上干完了活，996你也不能走，大概就是这样。结论是什么？家庭关系没有，人际关系没有，生活品质差。这是一个，所以，00后他们还是没有被社会毒打，他们不知道互联网行业到底是什么，他们只看到了那份薪水，但是没有看到薪水后面的东西。那么除了正在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处于失业状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6月份16岁到24岁的调查失业率是多少？15.4%，比5月份上升了1.6个百分点，因为毕业生开始出来。那么逼近2020年7月、8月16.8的历史最高水平。那么2018年到2019年初，年轻人的失业率从来没有超过13.3%，那么都是在10%到11%点之间。2019年年中以来到现在，前年年中到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从来没低过12%。当然，你这个数据肯定不真实，但是你看幅度，你大概知道情况。就是年轻人的失业率是整个的失业率里面最高的啊。那么找不到工作是有两个人群，第一个是毕业生啊，那么今年是909万啊，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16岁到24岁是年轻人的高消费一代。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年轻人现在在失业，失业率居高不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消费就不存在了。所以你可以看啊，前几年讲中国消费升级，你看这2年消费就在降级。消费降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商场倒闭，大家都上网买便宜货去了。好，当大家都去网上拼低价的时候，商场就倒闭了啊，这就是现在。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中国已经很难回到疫情之前，其实不是疫情之前，应该是2017年、2016年那个时候，特别是2016年的消费状态，那是比较高的啊，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啊。虽然这个淘宝每年的数字都在往上走，但是我觉得那数字是在造假。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Mike 猪，谢谢 CC， 谢谢唐伟，谢谢 John Snow， 谢谢曲优，谢谢。观点：台企在中国解决的是就业啊，外资中最多的台企全部撤离，对土工打击非常大。台资企业走的最早，其实走的最早是台资企业啊，走的最早因为台资企业很多都是非常大的企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富士康是一个例子，但富士康没有全走，富士康走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它也还在。那么还有就比如说像那个
制衣、制鞋，特别鞋厂，那2个鞋厂呢，现在原来在东莞10万员工，整个的鞋城有30万配套，其中20万配套，那就是一个城市啊。现在这个城市搬到哪里？搬到越南去了。你在越南的看到那个场景，跟在原来东莞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啊。就是台资企业很多，台资企业是日本人，日本人把台资企业训练出来，把这个厂子开得那么大啊，把厂子开大是日本先干，然后日本人教会了这个台干，台干就把这个厂子搬到中国去，中国大陆呢又训练了一批中国大陆的这个干部，我一同学就原来在日资厂，那几千人员工，几千个女工啊，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管理大规模的这种运作啊。所以以前我们讲这个亚洲的经济形态是个雁形啊，这个雁形是什么？日本在最前面，这边是韩国，这边是台湾，这边是香港，这边是就这样子，叫雁形啊。观点：自打200斤上台以来，外资被逼退，民企被公司合营，国企被拉去搞“一带一路”，与邻为壑，四面树敌，就为了一个皇帝梦。总加速师不会 CCP 的掘墓人。OK。提问：请问王老师，一直有外商在撤出中国，但2020年中国吸引外资的投资还是全世界最高，这2个信息好像矛盾了。请问哪些企业在加强中国的投资？中国公布的数据呢是这样，说2层造假，一层造假是什么呢？一层造假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造假，因为还是有 KPI 在这里面，所以还是有这个考核在里面，所以呢，地方政府就造假编数字，我这里今年吸引多少外商，然后最后汇总到商务部就变成世界最高，因为这个没办法核对，所以使劲造假没关系啊，这是第一头造假，就是政府的统计数据在造假。另外一个造假就是企业造假。那原来你比如说日资企业，我这个三菱重工跑到这个宁波开个厂，这是外资，实打实的外资。那现在可能是叫三联重工，叫什么三一重工啊？三一重工跑到香港或者跑到日本去注册一家新的公司，再用新的公司跑到武汉开个厂，叫什么？叫外资企业，然后跟他三菱重工的本厂进行配套，这就是拿什么优惠政策啊，拿土地啊等等啊，这就是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就越来越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企民企变成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呢就利用这个身份来获得优惠政策，获得土地，所以这个信息。中国说这个外商投资这个呢，是基本上没有办法死无对证，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我不相信他这个数字。观点：国内企业治理水平低很有道理，不是没人才，是体制造成。企业到一定规模，就会有领导参与进来谋划策，从0到1不是凭经验管理就行，需要现代化的管理，但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不具备，包括马云。于是老板利用资源不断的举债，做大规模，通过拿回扣、资产腾挪各种财务手段从公司抽水，并转移到海外，到最后公司都是银行贷款、投资人或者是债权人的，只要保持不倒，越滚越大，倒了也不是自己的，中小企业也纷纷模仿。其实呢，你看这些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治理，我们讲的是什么？是治理水平。治理水平是什么？治理水平就是，结构、权力结构、权力的关系，怎么样去制衡，互相形成一些管理上的结构性的制衡等等啊。核心的问题，你看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当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就请什么麦肯锡这个顾问公司进来，你帮我把这个企业管理梳理一遍。且这个麦肯锡就赚了好多钱，就靠这个赚钱，就开始把这个从头到尾规章制度管理模式运营模式文件模式等等全部梳理一遍。哎，看过去很不错，很像现代企业的样子，但是治理水平仍然很低。为什么？这件事情本来是他做的，结果领导一高兴让他去做。他为什么让他去做呢？因为他帮着领导收回扣，在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离现代企业制度还很远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所以它的整个的企业管理形态都是扭曲的。为什么？为个人私利私营企业一样，私营企业一样是贪污腐败，一样情况现在孩子没法说。我妹妹今年英国硕士毕业，还是选择了回国，就是被同学之间传的。所谓同组学长几年就挣到年薪50多万，这种消息吸引回去的。这实际上是大家都选择自己想要听的信息来吸收，就好像打折销售2折起，结果你去了都是7折，只有那么一件是2折。相比英国那种固定的职业生涯，年轻人更想回国赌一次，因为朋友之间传的这种赌赢了的故事很多。这些国外留学的孩子如果回国，那毕业工签基本上就拿不到了，回头想走也难。这种故事很多，也不是不一定是假的就是早些年，我觉得机会最多是2016、17到18年就开始往下走18年就开始拐头了。那个时候是有的，但是现在就已经有吗？我觉得还有啦，不是完全没有，还是有机会，但是机会少了很多机会少。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看你付出什么吧，你付出的是什么所以，你拥有的时候你不感觉，不觉得，当你失去以后你才会感觉。你比如说像，深圳曾经有博士后的一个工作站，那个博士后的工作站呢，就吸引了一些台湾的博士后去工作，条件也挺好，还解决住房，两口子一起去等等，孩子什么的都安排得很好。过了半年，博士后纷纷告诉我说我要走了，不能在这待。问他为什么？没有别的，就是要翻墙，不方便，就是翻墙不方便。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信息。你想一下，你的科研也好，你的研究也好，你需要掌握全世界最新发展的情况。可是中国把主要的几个信息源全给封了，那怎么办？那要翻墙。翻墙其实理论上是违法，在中国，就是说，你不可以翻墙，所以他不愿意。我为什么要面对这样的风险？我在国外又不是找不到工作，也不是没有岗位，我只是到中国，只是希望有一个惊奇的意外的收获。但如果你没有意外的收获的话，我不值得在这里留。这是他们的想法，最后他们走了。情况在美国留学的娃，大部分都得回国，因为美国找工作很难。另外，工签 H1B 真的基本抽不到，所以不是他们想回，是被逼回去的。是的，身份问题解决了，他们才会留下来。我们当年一起来美国的10个人，8个回去了，他们主要是拿不到身份。OK， 是这样。大部分人回去不是因为他不想留下，是留不下来留不住观点：留学生通过工作移民美国之路3大难点：一、毕业后只有90天的失业期
如果未能及时找到工作，拜拜。第二，要在1年或者3年的 OPT 时间内抽到 H1B 工签，若抽不到，回家。第三，申请绿卡排期5年以上，完整走完一个流程需要10几年时间。然而，现在投资移民排期也要10多年，结婚反而变得是最容易的选项。OK， 情况，我在美国当牙医，1年收入20万美元，但我在国内的牙医朋友只有13万美元，差太远了。那当然，美国当牙医当然，我们的牙医，我们看牙那么贵，可见你们收入很高。情况，上海只有6%的人月薪过2万，啊，是。观点：大学生和年轻人出现期望不切实际的原因是老共多年打鸡血和近10年社会乱象的结果。怎么说呢？年轻人有梦想，打鸡血，各种传说。我其实更多的是什么？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是这样，社会风气就是社会不断的宣传成功，成功了你就话语权然后你说的都是对的。就比如说马云马云说什么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成功其实马云的话根本经不起推敲，马云很多话都是狗屁不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成功，所以他的话都是对的。所以你在媒体上看到的都是成功的人，没有弱势群体的人。中国的媒体不关注弱势群体，以前你还有什么调查报道都会关注一些弱势群，现在没有了。所以现在年轻人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成功的人，在他们来看，抬头望过去全是成功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他觉得你能成功，我也能成。你看你这样的狗屁都能成功，说这样的烂话的人都能成功，我为什么不行？所以，其实年轻人的期望为什么会这么高的原因就在这里。观点：这些不切实际的收入幻想挺好，社会主义铁拳把他们砸入地狱的时候，更能让他们对曾经的谎言醒悟。信仰破产后，一切都会坍塌。我觉得刚开始有期望，也不见得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年轻人对未来有些憧憬那么当然憧憬有点过高，那么对他来说，以后在现实中遇到的打击会更大。但不管怎么样，年轻人保持一个生活的热情不是坏事观点：新毕业的大学生进入社会，企业还是喜欢要的，工资低，体力好，好洗脑，廉价劳动力，领导说啥是啥。大学生有大学生的问题，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教育有教育的问题，企业有企业的问题，都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你看从结果上看，就是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刚才我们讲2个最极端的例子，一个从美国跑回中国，这个梦想照进现实，最后被社会主义铁拳打得头破血流回去了。另外一个现实就是神级的就业，3年之后梦醒时分，我就要辞职，从国家部委辞职出来，你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这多少人仰望的这个岗位，结果有人要辞职出来，为什么？梦想实现不了，现实更残酷，现实把我的梦想碾压的渣都不剩，是他的原话。情况：深圳小学老师大多数名牌大学的本科研究生毕业，名牌师范的研究生毕业才有资格面试。那当然就是因为你岗位少，岗位少你可以随便挑，因为就业的人多嘛，那就随便挑。Q 情况：一位大学友人的近况，毕业之后，我的一位友人步入国内龙头教培行业，过去几年干得风生水起，因为我们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一代，他擅长教这些学生技巧，和家长打成一片，很快成为明星教师。整治之后，目前教培机构转变策略，现在全部改成线上教育讲座，
把之前教的学习重点、应试技巧全部免费分享出去，主旨是为了留住家长和学生和部分精英教师。情况现在，商业银行总行招聘条件：211、985硕士或博士，开始年收入大概是税前16万。某商业银行总行在上海 ，OK， 也不是很高啊。硕士或者博士年收入16万，那一个月就是万出头一点了啊。情况坐标上海，经常点外卖，逐渐发现送餐员年龄越来越小，女性送餐员越来越多，感觉很悲哀啊。情况侄子00后，在上海985大学读行政管理，第一年已经加入党国，对未来的前途异常乐观，都是洗脑洗傻了。情况现在电商的直播被资本吹上了风口，一个主播动辄工资6万以上，做主播大多数学历中专的年轻人，这大概是年轻人的梦想职业吧。嘿，你这个有什么不帮他挣10万，他给你6万块钱？梦想职业，梦想职业是靠什么？靠绩效支撑的。主播，那主播是最简单、最直接、最容易的职业岗位，但是也是最脆弱的岗位。你1秒钟，你看看，你要是流量上不去，你试试看啊。所以这个问题，主播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干。如果个个都是能够每个月都帮公司挣个100万，你看看他发多少钱。所以这个不能够不作数的。主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啊。观点：中国人想年入100万和墙内的等级观念是有关系的啊。当然，中国现在只有一个价值观，就是钱，钱是唯一的价值观，没有其他的价值观。所以他为什么想年薪100万？你看看美国的学生在想什么，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中国的孩子只有一个梦想，就是钱，挣钱，挣多多的钱，年薪100万。情况我一直很迷惑，中国人的收入到底多少？我自己不是很出色，但也累积了不少经验。在国内的时候，收入也够家用，找工作也没发现人家很乐意给我开高价。啊，观点之所以高薪传得这么热烈，大家都认为要有高薪，是因为互联网企业老员工的占位效应。很多老员工的薪水都很高，但是他们把大厂的位置都占满，新来的年轻人只能慢慢熬。现在不同往日，晋升的机会没那么多，晋升也不会那么快。观点对于就业方面，我们存在太多不公，比如毕业生分应届和往届之分。另外，985、211等招聘广告明显有歧视性的条件，都会极大的限制毕业生的选择。很多人辛辛苦苦毕业后，连选择权都没有，这就是不努力的有些人会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不努力的结果。殊不知，这种就业市场的歧视，正是导致教育内卷化的一个因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起因就是为了在就业市场有更高的起步点。这就说明就业市场存在太多歧视不公。你想一下，他现在团灭教培行业，把教培行业认为，学生的负担是由于教培行业造成的。但是教培行业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助学生考更好的大学，理解吗？为什么要去考更好的大学？你在就业市场，好的大学才能找到好的岗位。那你好的岗位少，那你大学的这个门槛就变得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在抢着去读，选择那些好的大学。你天天985、211，那我就得去985、211。985、211就那么多学位，那大家要竞争，这是教培行业的存在的理由。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解决985、211的优势，你结果是什么？你灭掉教培行业，一样会
对家长来说解决不了家长的，也解决不了孩子的问题。所以，团灭教培行业既野蛮又愚昧啊。情况今天和我国内的朋友聊天，也是比较清醒的家长们，双减让大家焦头烂额。家长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自己的娃一般不听爸爸妈妈教课，外面又找不到课外班上，有的小学生回家再也没有布置作业了，孩子倒是十分开心，家长万分闹心。情况家里有个亲戚跟王先生说的情况差不多，夫妻两人都是部委公务员，一孩在两家老人的帮助下买了一个76平米的两居，近600万，现在连孩子上兴趣班的钱都要老人给，就这样的情况。观点：一个成功的主播，下面最少有10万个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主播，非常对。那别以为主播动不动给6万块，怎么可能啊？情况坐标厦门，我周围大多数工资在3、4千，除去房租，其他不够生活，很多人还靠父母支持。情况周末聊天，朋友 BU 学数学博士啊，BU 数学博士很厉害啊。19年底回京探亲度假，谁知疫情爆发，不好买票，回不去美国，只好找了个国内投资公司。他们部门10几个海归专业硕士、博士，leader 是国内大专毕业，外行领导内行，一个绵羊领导一群狮子。他们这些专业人士空有一身本领，没有明确工作要他们做，也没有地方施展他们专业能力，每天坐在工位上摸鱼，在园区内遛弯。最后他说，票确实不好买，一旦买到票，1秒钟也不会在国内待，浪费时间。他是不想走，他要走怎么会走不了？回不了美国，还去不了泰国嘛，对吗？找个其他地方待上15天，不就回去了，到了美国了吗？对吗？这是有办法的，不要说回不了美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反正我知道有人回来。观点不是我凡尔赛，但是哪儿去了？情况：出国近10年，看过不少海归，但这些年海归越来越多，特别是孩子上了小学以后，一个个不管不顾回归海外。问起国内的事业生活，都是一副你懂的表情，哈哈。情况不是海归越来越多，而是出国的越来越多，能留下的配额又基本没变，只能回国。OK，观点：留学生如果真的特别想留下来，那么就一定会留下来。身边有人在读 PhD 的时候办了 NIW， 冷门专业找不到工作，之后就一直换别的专业读书，维持 F1身份续命。如今他来美国11年了，终于熬到了排期。我本人14年 Master 毕业后申请到 PhD， 但我深知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因此这个 program 对我来说就是维持合法身份的手段。期间我积极参与社交，扩大自己的朋友圈，最后结识了我的太太，通过婚姻移民留了下来。观点不是我凡尔赛，但是我听到这个北京公务员的消息，我有点担心我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我还只是一个2本毕业的大学生，只是工作了6年，能在上海的游戏行业拿到1万1的税后工资。你要好好的珍惜你的岗位哦，不是那么容易的哦。观点：中国的上升通道已经封堵的差不多了，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水平主要取决于父辈的财富积累和社会关系。清北毕业来自3、4线城市的人，生活质量明显不如在1线城市有房的普通本科毕业生。那这在香港也差不多。你在香港要是你有套房，你房子解决了，那你随便找份工作都是神仙一样的日子，真的那随便找份工作是神仙一样的日子。情况：疫情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工作，很优秀的中国孩子也不得不回国。观点：去年老师在节目中提过，100年前清朝灭亡源于一场股灾，很多历史故事不是必然，是偶然。我读书的时候，历史老师说
都是历史的必然性。追随着王老师的节目，我现在已经醒了。这几天的节目，老师分析了恒大的问题，我突然想起100年后的后辈谈论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件，会说上个星期 CCP 倒台源于一场疫情和房地产崩溃。CCP 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所以我告诉我自己，做好自己，心存希望。我深信民主自由定会来到中国，因为这是人性的需要。非常棒，这个观点。你是我的朋友啊。观点：中国日积月累的问题，且还在不断的左转和全面倒退，与西方国家的逐步升级和扩大的全领域冲突，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结局。恒大是缩微版的中国，恒大自己的激进下早就知道自己终将一死，3道红线只是猛然一刀，让他提前死亡。从一开始就知道行将灭亡，之前仍然给自己分红瓜分财富。现在的中共国的高层统治者和家族对待中国也是如此的心态，他也知道自己的灭亡不可避免，因此一开始到现在也在持续瓜分到灭亡前。很好，写得非常好。情况：前几天抖音有公安的人在直播推广反诈骗 APP， 在线人数高达70万以上，而且一直连线各种人气很高的主播，让他们给他们粉丝推广。在各类视频留言、各种直播间，不时发现有人发言：“你下载了反诈 APP 了吗？”之类的话。那是个间谍软件，它可以查到你在干什么。它可以控制你啊，这是一个很恶毒的软件。情况定位四川4线城市县级地区，我认识这里的警察，工作10年，工资不高，3000多点，各种补贴到手基本上是每月5000，年终奖4万，住房公积金每月2000多。我们这里房价1平方6000，这样看来，那些在大城市想做公务员的人，还不如在小城市安安心心养老。我朋友说，市里的工资和待遇还不如县里，为什么哈？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普遍现象。有一些县城，它有一些特殊的产业，这个大家也知道，一个县的人口并不是特别多，当它有一个产业特别发达的时候，这个县城就很容易让这个县城有很强的财政。你说的这个情况是有的，我也看到过一个县城，也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可以告诉你，90%的县城的财政状况处于崩溃的状态。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个个别案例啊。提问请教王老师一个历史问题：在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更值得人民的支持？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共产党说他得到支持，但是他用枪杆子打下来，他有本事让大家投票选举，他也没有啊，所以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党有共产党的问题。49年可能很多人在宣传一个趋势，但我一直认为，你把所有的人的嘴巴全部堵住，所以你一个人讲的话，我都不信啊。提问：目前国内只有出口业因为疫情关系业绩长红，可是外贸业的从业人员个人账户却被比比皆是的冻结，链接香港也是如此。请问王老师，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之前有个专题，就是外贸的这个外贸公司的账号经常被冻结，理由是洗钱的问题，或者是叫什么叫这个电信诈骗，跟电信诈骗有关的洗钱问题。你可以去查一下，我们之前有专门的节目讲过，这我印象中我们至少做过2期这个节目，你可以查查看，好吗？好，明谢邓如，谢谢。听了半年多，支持一下王老师，谢谢。Jumbo HJ1985，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